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加州的 Nancy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 contingency， 中文翻成附带条件或附加条款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里写明的某个条件。如果这个条件没被满足，您就可以合法退出合同，不算违约，也不会损失定金。您可以把它想成是您在写 email 时候的撤回键，或是网购时的无理由退货，就是一个给自己留后路的安全机制。在房地产交易中， contingency 是双向保护，买家和卖家都可以提出，但用的最多的通常是买家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最常见的几种 contingency 条款，还有它们分别是怎么保护您的。第一，贷款条款 mortgage contingency， 意思是如果您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贷款，比如银行突然不批了，您可以取消交易，定金全退，不用赔钱。特别是在利率变动很大或者银行审批有风险的时候，这个条款能帮您规避很大的风险。第二，房屋检查条款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， 这个是买房时最实用的条款之一。一般签约后，买家有一个时间段，通常是7到10天，去请验屋师来检查房子，看看有没有隐藏问题，比如屋顶漏水、电线老化、地基不稳或白蚁、霉菌等等。如果问题太大，买家可以要求卖家修理，给 credit 或直接退出。如果卖家不同意处理，买家也可以合法撤出合同。在加州湾区，大部分卖家在卖房时候会提供一份房屋检查报告，买家可以考虑是否还需要单独再做一次检查和是否加入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 条款。第三，估价条款 Appraisal Contingency， 这个条款是保护买家不买贵，因为买房大部分时候需要贷款，银行会派人来做一个房子的市场估值。如果估值低于您出的价格，比如您出100万，但银行只估值95万，那银行只愿意借95万价值对应的贷款，其余的差价需要买家自己用现金补上。这个条款就是保证，如果估价没达到您的购房价格，您可以选择退出，或者让卖家降价到银行的估价，否则您不想贴这5万，也是合理退出的理由。以上3种是最常见的 contingency，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少部分买家会需要的。第四，产权条款 Title Contingency， 这是保护您买到的房子产权是清清楚楚的。如果卖家没有提供产权报告，您可以要求一份产权报告 Title Report， 确认房子是不是卖家的名字，有没有贷款没清，有没有债务纠纷，或者有没有未解除的留置权。如果报告查出有问题，卖家又没办法解决，那您可以取消合同，不承担责任。第五，先卖房条款 Sale of Home Contingency， 这个是针对那种先卖掉旧房才能有钱买新房的买家。您可以写在合同里，如果我在 XX 日期前没办法卖掉我现在的房子，那我就有权利取消这笔交易，这样可以避免您资金不到位，结果硬着头皮买房的风险。但提醒一下，在卖方市场，这个条款会让您的 offer 不太受欢迎，因为交易时间一般很长，而且卖家会担心您卖不掉房子，到时交易失败。第六，房屋保险条款 Homeowners Insurance Contingency， 这条在加州最近的靠近山的房屋买卖中越来越常用，意思是买家要在指定时间内申请并成功获得房屋保险。如果因为房子在高风险地区，比如山火区、洪水区，导致买不到保险，那您可以退出合同，因为很多贷款银行都要求房子必须有保险才放贷。好的，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加很多 contingency 条款，这样最安全？其实也不是， contingency 不是越多越好。在买方市场的时候，您可以放心加条款，但在卖方市场，房子很抢手的情况下，如果您加太多条款，反而让您变得不好成交。当市场处于卖家市场的时候，一个房子可能会收到5个、10个甚至更多的报价，那么这个时候卖家更倾向卖给低风险买家。很多卖家会更喜欢没有太多条件、动作快、风险小的买家。有时候为了抢到房子，买家甚至会选择主动放弃部分 contingency， 比如放弃验屋或估价。当然，这就要看您对这套房子的了解程度有多少，以及您能不能承受这些风险。比如您已经做过 pre-inspection 房况，您心里有数，那您就可以适当放弃 inspection contingency。最后总结一下， contingency 就是附带条件，帮您在条件没满足时安全退出合同。最常见的有贷款、验屋、估价、产权、卖房、保险这几种。条款写得对，
可以大大降低您的交易风险，但加太多会降低您 offer 的竞争力。要根据市场情况、房子状况、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灵活调整。希望今天的讲解有帮您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 contingency， 也欢迎您把这段内容分享给正在买房的朋友。我是 Nancy， 曾帮助湾区超过200个家庭买卖房屋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下次见。